晚上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小电台。你有没有爱过一个人，爱到最后分不清是真的爱还是只是不想输？那种感觉像是站在悬崖边上，往前一步是深渊，往后一步是荒原，你进退不得，只能僵在那里，看着对面那个人，等着他先动，等着他先开口，等着他先说出那个字。可他也看着你，也在等，你们就那么等着，等着，等到天都黑了，等到风都凉了，等到连自己都不知道到底在等什么。倾城之恋里有两个人，一个叫白流苏，一个叫范柳原，他们就是这样的。他28岁，离过婚，被娘家嫌弃，无路可走。他30出头，富家子弟，情场老手，什么都不缺，就缺一个让他定下来的人。他们在舞会上遇见，他跳了一支舞，他多看了他一眼。从那一眼开始，两个人就掉进了一场试探的游戏里。他们互相试探，互相算计，互相靠近又互相推开。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藏着10句没说的，他们做的每一件事都算着后面的10步。他们以为自己在谈恋爱，其实是在打仗，一场谁先低头谁就输的仗。可后来一座澄清了，香港沦陷了，炮弹落在他们身边，死亡擦着他们的耳朵飞过去。那一刻，那些算计，那些试探，那些谁输谁赢的游戏忽然都不重要了。他们抱在一起，只想活下去。张爱玲在书里写，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，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，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。这句话是她对那个故事的总结，也是她对那个时代的回答。倾城之恋写于1943年，张爱玲23岁。那一年她在上海已经小有名气，可真正让她红的是这本小说，它被改编成电影，改编成话剧，改编成电视剧，让无数人记住了那个叫白流苏的女人，那个叫范柳原的男人。那句你如果认识从前的我，也许你会原谅现在的我。可它不只是爱情故事，它是关于生存的，关于算计的，关于在乱世里怎么活下去的。是两个聪明人在互相试探中终于发现，有些东西比聪明更重要。今晚让我们走进那座即将倾覆的城，去看看那两个人。张爱玲1920年生于上海，她出身名门，祖父张佩伦是晚清名臣，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。可那些荣光到她出生的时候已经只剩下一个空壳。她父亲是个纨绔子弟，抽大烟，娶姨太太，把家产败得干干净净。她母亲受不了，在她4岁那年离家去了欧洲。张爱玲后来写文章说，我母亲是踏着中国的3寸金莲走到欧洲去的。那句话里有骄傲，也有说不出的苦。她跟着父亲和后妈过，日子过得憋屈，后妈对她不好，父亲也不管。她14岁那年和后妈吵了一架，被父亲关起来，关了半年，差点死在里面。她得了痢疾，没人管她，她就那么躺着等着自己死。后来她逃出来，跑到母亲那里，从此再也没回去。她后来写那些被囚禁的日子，写那些阴暗的、潮湿的、让人窒息的感觉，那些感觉后来都成了她小说的底色。1939年她考取伦敦大学，可因为战争去不了，转而去香港大学读书。在香港，她经历了战争，经历了沦陷，经历了那些后来被她写进倾城之恋的日子。她亲眼看见炮弹落下来，亲眼看见人死在路边，亲眼看见那些平时道貌岸然的人在生死关头露出了本相。她后来写围城的18天里，谁都有那种清晨4点钟的难挨的感觉。寒潭的黎明，
什么都是模糊的、瑟缩的、靠不住的。那种感觉被他写进了流苏和柳原的故事里。1942年，香港沦陷，他回到上海，开始写作。他写得又快又好，一篇接一篇，让人看都看不过来，每一篇都让人眼前一亮。1943年，《倾城之恋》发表，他红了。他红的时候才23岁，可他已经把人性看得透透的。他知道那些人在想什么，知道他们想要什么，知道他们会怎么做。他写的时候不带一点幻想，不给一点温情，他只是写那些赤裸裸的、血淋淋的真相。他写流苏，写他怎么算计，怎么等，怎么把自己当成赌注押出去。他写柳原，写他怎么试探，怎么退，怎么在最后一刻终于低头。他写得那么冷，那么凉，那么不留情面，可你又觉得他什么都懂。后来他遇见胡兰成，那个男人是他命里的劫，他爱他，爱得低到尘埃里，在尘埃里开出花来。可他呢，他一次又一次地背叛他，和别的女人在一起，拿他的钱，用他的名。他忍了很久，最后终于走了。他走的时候给他写了一封信，信里说，我已经不喜欢你了，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。就这么一句，再没有别的。1955年，他去了美国，在那里他遇见赖雅，结了婚，过了几年安稳日子。可赖雅也死了，他又是一个人。1995年，他死在洛杉矶的公寓里，死了好几天才被人发现。他死的时候，身边什么也没有，只有那些他写了一辈子的稿子。他这一生和他写的小说一样，冷、凉、孤。可他写下的那些话，那些故事，那些人物，一直活在我们心里。故事开始的时候，白流苏28岁，她已经离过一次婚了。在那个年代，离婚的女人就是被扔出门的破鞋。她回娘家住着，可娘家人不待见她，哥哥嫂嫂们用她陪嫁的钱花完了，就想把她赶走。她住在那个家里，像住在冰窖里。嫂子的眼睛永远是斜着看她的，哥哥的话永远是夹枪带棒的。她忍着不说话，可她心里知道，她得走，她得给自己找一条出路。那天她嫂子的妹妹死了丈夫，家里人商量着要去参加葬礼，流苏也想跟着去透透气。可她嫂子说，你去干什么？你一个离婚的人去那种场合，让人家看了笑话。流苏没说话，她只是站在镜子前，看着自己那张脸。那张脸还年轻，还好看，还能让人多看一眼。她看着那张脸，心里忽然生出一个念头，我还没老，我还有机会。那天晚上，她在家里的饭桌上认识了范柳原。范柳原是个富家子弟，刚从英国回来，还没结婚。她是他嫂子的妹妹介绍来的，本来是想介绍给他的妻妹，可他一进门，眼睛就落在流苏身上。他请流苏跳舞，跳的时候，他问他，你离过婚？他说，是。他说，离了好，不离婚怎么知道什么是好的？流苏没说话，他只是笑了一下。那天晚上回去，他躺在床上想了很久。他知道范柳原对他有意思，他也知道这是他唯一的机会。他28了，离过婚，没工作，没出路。如果抓不住这个人，他这辈子就完了。他得赌一把。范柳原请他去香港，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一个单身女人跟一个男人去香港，在那个年代就是把自己送上门。可他没办法，他得赌。他去了。范柳原在香港等他，他带他去最好的酒店，吃最好的饭，去最好的地方。他对他好，
可那种好是试探的，是暧昧的，是不给任何承诺的。他说话总是说一半留一半。他说，你如果认识从前的我，也许你会原谅现在的我。流苏听不懂，可他记在心里。他们一起去海边，一起散步，一起跳舞。他靠近他，他就退后；他退后，他就靠近。两个人像跳舞一样进进退退，谁也不想先停。有一天晚上，他送她回房间，站在门口，他忽然问她：你爱我吗？流苏愣住了，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如果说爱，她怕他觉得她太容易到手；如果说不爱，她怕他再也不来了。她没说话。他笑了，说：看，你连自己都不知道。那些日子，流苏一直活在煎熬里。范柳原对她好，可那种好是飘着的，摸不着的。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走。他每天等着他，盼着他，又怕他来了之后自己会输。他问自己，我爱他吗？他不知道。他只知道他不能没有他，没有他，他就得回上海，回那个容不下他的家，回那些白眼和冷言冷语里。有一天，范柳原忽然对他说，我要回英国了。流苏愣住了，他问，什么时候？他说，下个礼拜。流苏没说话，他只是看着窗外，看着那些海，那些天，那些他永远也抓不住的东西。他又说，你跟我一起走吧。流苏的心跳了一下，可他没动。他说，跟你走，以什么身份？他没回答。那天晚上，流苏一个人坐在房间里，想了很久。他知道他想要什么，他想要他，可不想娶她。他想让她做他的情妇，跟着他，陪着他，可不会给他一个名分。他该怎么办？流苏回了上海，不是他想回的，是他必须回的。他不能留在香港做他的情妇，他赌不起。可回了上海，日子更难了。那些嫂嫂们话更难听了。他们说，出去那么久，什么都没捞着，还回来干什么？他们说，人家范柳原是什么人，能看上你？他们说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，老老实实在家待着。流苏不说话，她只是每天坐在窗前看着外面，等着什么？她在等范柳原。她不知道他会不会来，可她只能等，等了很久很久，等到那些嫂嫂们都不再说风凉话了，等到那些邻居们都不再看她的笑话了，等到她自己都快相信她不会来了，可她还坐在那儿。有一天，她来了，她站在她家门口，穿着一身西装，笑得和从前一样。她说，我来接你了。流苏看着她，眼泪差点掉下来，可她没哭，她只是站起来，走到他面前，说，好。他们又回到了香港，这一次不一样了。范柳原对她更好了，好得不像在试探。可她还是不安，她知道，她心里还有别人。那个叫萨黑迪尼的女人，一直在她身边，一直和她暧昧不清。有一天，流苏终于忍不住了，她问他，你到底爱不爱我？他看着他，说，你说呢？他说，我不知道。他笑了，说，我也不知道。他们又回到那种进进退退的状态里，谁也不肯先开口，谁也不肯先低头。可就在这时，战争来了，日本人打过来了，炮弹落在香港，房子塌了，人死了，街上到处都是尸体。流苏和范柳原躲在一间破房子里，听着外面的炮声，不知道能不能活过今晚。那一刻，那些试探，那些算计，那些谁先低头谁就输的游戏，
忽然都不重要了。他抱着她说，不管怎样，我们在一起。他靠在她怀里说，好。香港沦陷了，那座繁华的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，那些以前高高在上的人，现在也在街上抢吃的，那些以前道貌岸然的人，现在也露出了本相。流苏看着那些人，忽然明白了什么。他明白了，以前那些日子，那些试探，那些算计，其实都不是爱。爱不是这样的，爱是在炮弹落下来的时候，你只想和他在一起。爱是在不知道能不能活到明天的时候，你只希望他在你身边。范柳原也明白了。有一天，他对他说，我们结婚吧。流苏愣住了，他等了那么久，终于等到了这句话。可当他真的等到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已经不那么在意了。他说，好。他们结婚了，没有盛大的婚礼，没有宾客，没有祝福，只是一张纸，两个人，一座废墟里的城。后来战争结束了，他们回到上海，朋友们来祝贺，说他们是天作之合，说他们终于修成正果。流苏听着那些话，只是笑。他知道，他们的婚姻是这座城帮他们换来的。如果没有这场战争，他们还会继续试探下去，继续算计下去，继续在进进退退里耗着。是这座倾覆的城，让他们终于停了下来。张爱玲在书的结尾写，香港的陷落成全了他，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，谁知道什么是因，什么是果？谁知道呢？也许就因为要成全他，一个大都市倾覆了，成千上万的人死去，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。流苏并不觉得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，他只是笑盈盈地站起身来，将文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。那个动作那么轻，那么不经意的，像在说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，别再问了。倾城之恋全书最让我心动的场景，不是范柳原说我们结婚吧，不是他们抱在一起躲炮弹，而是流苏一个人在房间里等着范柳原来的那些日子。那是他从香港回到上海之后的事。他坐在窗前，从早坐到晚，窗外是那条弄堂，那些人，那些他从小看到大的东西。可他的眼睛看的不是那些，他看的是弄堂口，是那个他会出现的地方。他不知道他会不会来，他只能等，等了1天、2天、1个星期、1个月。那些嫂嫂们一开始还说风凉话，他们从他窗前走过，故意大声说，有些人啊，就是不死心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，还想着攀高枝。流苏听见了，可他不说话，他只是坐在那儿看着窗外。后来那些嫂嫂们不说了，他们见他不接话，也懒得再费口舌，他们只是从他窗前走过的时候，斜着眼睛看他一眼，然后走开。流苏还是坐在那儿，他等得越来越瘦，脸色越来越白，可他还是在等。有时候半夜醒来，他会走到窗前看看外面，弄堂里黑漆漆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可他就是觉得，也许他会在夜里来，也许他想给他一个惊喜。他没来，1天又1天，1月又1月，等到他自己都快相信他不会来了，可他还是在等。张爱玲写这一段写得极淡，没有眼泪，没有心理描写，没有那些他惯用的比喻，只是说他坐在窗前1天又1天，可就是那种淡，让人心里酸。他知道他在香港，他知道他身边还有别人，他知道他可能早就把他忘了，可他还是在等，因为除了等，他还能做什么？他28了，离过婚，没工作，没出路，他是他唯一的机会。
可他等的不只是机会，他等的是他这个人。等一个人来是这世上最难的事，因为你不知道他会不会来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来，不知道来了之后还是不是你等的那个人，可你还是得等。有一天下午，他坐在窗前，忽然听见弄堂口有汽车喇叭响，他心里一动，可又告诉自己别傻了，不可能是他。可那车身越来越近，最后停在他家门口。他站起来走到门口，门开了，范柳原站在那儿，穿着一身西装，笑得和从前一样。他说，我来接你了。流苏看着他，眼泪差点掉下来，可他没哭，他只是看着他，看了很久很久。他等了他那么久，等到都快死了，他终于来了。他走到他面前说，好。倾城之恋写了一场战争，一段爱情，两个人。可张爱玲写的不只是这些，她用这座倾覆的城让我们看见几个关于活着的真相。流苏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爱情，是为了活着。她28了，离过婚，没工作，没出路。在那个年代，这样的女人是活不下去的。她必须抓住一个男人，不管他是谁，不管他爱不爱她，这是她的本能。张爱玲写这个不是要批判她，是要我们看见生存是第一位的，爱情是吃饱了之后才想的事，吃不饱的时候你只能想怎么活。可流苏不只是为了活着，她也在试探，也在算计，也在那些进进退退里动了一点真心。只是那点真心太小了，小到他自己都看不清。他问自己爱不爱他，问了很多遍都问不出答案。他只知道他需要他，需要他来救他，带他离开那个容不下他的家，给他一个活路。需要是不是也是一种爱？张爱玲没回答，她只是让我们看着流苏，看着她在生存和感情之间挣扎。流苏和范柳原的恋爱是一场试探的游戏，谁先开口，谁先低头，谁先说出那个爱字，谁就输了。他们都知道这个规则，所以谁也不敢犯规。他们说的话，每一句都藏着10句没说的。他们做的事，每一件都算着后面的10步。他们不是不爱，是不敢爱，因为他们知道爱了就输了。可他们不知道，这场游戏根本没有赢家。你算计得再精，也逃不过自己的心。你藏得再深，也藏不住那些夜里翻来覆去的念头。范柳原问流苏，你爱我吗？流苏不敢答，可他自己知道，他夜里睡不着的时候，想的是谁？他听见汽车喇叭响的时候，心跳的是谁？那些念头骗不了人，可他还是不敢说，他怕说了他就跑了。他那么精明，那么世故，那么不可捉摸，他抓不住他，只能等他来抓他。流苏算了一辈子，他算范柳原会不会来，算他什么时候来，算他来了之后怎么办。他以为自己算得准，可最后发现什么都算不准。范柳原也算了，他算流苏是不是真心的，算他会不会跟着他，算他值不值得。他也以为自己算得准，可最后也发现什么都没算准。有些东西不是你算就能算出来的，感情算不出来，人心算不出来，命运更算不出来。你以为你在算，其实你只是在绕圈，绕来绕去，最后发现还是绕回原点。流苏算计了半天，最后成全他的不是他的算计，是一场战争，是一座倾覆的城，是他完全控制不了的东西。张爱玲用这个告诉我们，人算不如天算，你再精明也算不过命运。香港沦陷了，成千上万的人死了，可对流苏来说，
这场战争成全了他。张爱玲写这个不是要歌颂战争，是要让我们看见人生的荒谬。那些我们拼命算的、拼命争的、拼命等的，最后可能都不如一场意外来的重要。可也正是这种荒谬，让那些平时算不清的东西忽然清楚了。流苏和范柳原在炮弹落下来的时候终于不再算了，他们终于明白，有些东西比输赢更重要，是活着，是和对方一起活着。流苏后来想，如果不是这场战争，他和柳原会怎么样？大概会继续试探下去，继续算计下去，继续在进进退退里耗着，耗到最后耗不动了就散了。可战争来了，他们没时间耗了，他们只能在一起。所以流苏不觉得这场战争是灾难，他觉得这是他的运气。流苏和范柳原最后结婚了，可他们的婚姻是爱情吗？还是生存？还是那座城帮他们换来的？张爱玲没给答案，她只是让流苏把那盘蚊香踢到桌子底下，那个动作那么轻，那么不经意的，像在说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，别再问了，再问下去也没什么意思。可那个动作也是流苏的胜利，她终于可以不再算了，不再等了，不再在那些嫂嫂们的白眼底下活着了。她有了一个家，一个男人，一个名分。虽然那男人可能不完全是她爱的，那家可能不完全是她想要的，可她已经赢了。她笑盈盈地站起来，把那盘蚊香踢到桌子底下。书名叫《倾城之恋》，倾了的城，成全了的恋。张爱玲用这个隐喻，是在问我们，什么才能让你放下那些算计？什么才能让你不再试探？什么才能让你明白，爱不是游戏，输赢不重要。是一座城，是死亡，是那些你控制不了的东西。可这些东西太沉重了，沉重到你不希望他们来，可不来，你又醒不了。张爱玲没有答案，她只是看着流苏，看着范柳原，看着那座倾了的城，轻轻叹了口气。合上《倾城之恋》，流苏还坐在那个窗前，还在等那个人来。你看着他，好像看见了什么。你可能会问自己，我在等谁？我等的那个人会来吗？来了之后，还是我等的那个人吗？我等的时候，是不是也在算计，也在试探，也在玩那个谁先低头谁就输的游戏？张爱玲写这本书，不是为了让你哭，是为了让你看见，看见那些在乱世里挣扎的人，看见那些在算计里活着的人，看见那些在等待里老去的人。看见之后，也许你能想清楚一点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你想要赢，还是想要爱？你想要算计，还是想要放下？你想要一个人来，还是想要那个人，就是那个人？流苏等到了，可他的等是用一座城换来的。你的等要用什么换？如果有一天你也在等一个人，等了很久很久，久到自己都快忘了，你还会继续等吗？愿你的城不用倾，愿你等的人会来。晚安。